如果闺蜜死后变成厉鬼躺在床下，那你还能睡得着吗？女人自从搬进新家后，就发现自己死去的闺蜜似乎一直跟在自己身边。经历过一系列的怪事，女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赶紧趴到床底查看。虽然床底啥都没有，但是一股刺鼻的血腥味直冲天灵盖。果然，掀开床垫就露出了大片的血迹。这时她才明白，自己似乎租到了一个凶宅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这栋大楼住的鬼远远比人还要多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60刷到这部号称2024年最吓人的恐怖片《蝴蝶大厦》。该片是根据台北第一凶宅锦新大楼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。截止到2023年，这里非正常死亡的已经超过100人。强烈建议艾特你胆大的朋友一起观看。你怎么了？走开，你不够妈妈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栋楼的邪门程度连外卖员都不敢接单。女主陈薇之所以敢住进来，不是因为她胆子大，而是因为她实在走投无路了。她带着5岁的女儿小雅从家暴丈夫老许手里逃出来，身上1分钱都没有。这栋楼的房租便宜到几乎是白给，这也是她唯一的活路。带她看房的是管理员梁博。进屋之后更离谱，梁博二话不说就点了根烟。有小孩在，你可以不要抽烟吗？啊，这个烟不是给我抽的。说完他就把烟放在了窗台上。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陈薇头皮发麻，那根烟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燃烧，不到几秒钟就烧完了。换做正常人这时候早就跑路了，对吧？可陈薇没有，她咬咬牙还是交了房租。没办法，穷比鬼更可怕。梁博走之前还特意叮嘱他，这房子除了便宜没别的好处，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开门，也别往走廊尽头看。陈薇当时没往心里去，可他不知道，走廊尽头那间贴满黄符、用铁链锁死的613号房似乎封印了什么东西。当天晚上，怪事就来了。陈薇在打扫房间，女儿小雅蹲在角落里，一个人玩弹珠，玩得特别开心，嘴里还不停念叨着啥。陈薇以为孩子是在自言自语，没当回事儿。更吓人的还在后面。陈薇拿着脏衣服去1楼洗衣房，洗衣机转着转着突然停了。她刚打开机盖，想看看怎么回事，就感觉头顶凉飕飕的。可就在他低头的瞬间，洗衣机里突然伸出一只惨白的手。是新搬来的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邻居阿关刚好路过，喊了他一声。我叫阿关，我住8楼。我叫陈薇，我刚搬进6楼。你手好冰啊。6楼，你胆子很大吗？说完就跟着一个男人匆匆走了，留下陈薇一个人在原地，后背全是冷汗。殊不知天花板的女鬼已经盯上了他，路过的邻居看他的眼神都不太对劲。刚回到家，陈薇是越想越害怕，自己女儿依旧在角落玩弹珠。可诡异的是，女孩身边似乎不止她一个人。看你有空，那你继续陪我玩，好吗？换你了。画面一转，楼里还有个看起来憨憨的小男孩，名叫阿弟，他是楼下小卖部孙姨的孙子。阿弟是天生具有阴阳眼的，总是能看到这栋大楼里的阿飘。这天他在楼下玩时，又看到了一个女鬼从楼顶上跳了下来，他吓得根本不敢转头。可下一秒，你别能笑我。为了能让孙子正常生活，孙姨特地请来了大师山叔。只见山叔给阿弟拿了一个眼罩，接着就慎重地警告两人：你嘛知这种大人枉死的真多，因为是遐跳楼自杀的吼，唔凡讲自杀袂当超生。伫用手爱袂真以前，伊拢会困伫原地，一直做跳楼自杀的动作。还佫有恁这个，一个推推的，还佫出个阴阳眼啦。若有看到啥哦，当作假无看，莫家己惹麻烦。回到小卖部后，阿弟就去给陈薇家送水。可就在搬水的时候，眼罩不小心就扯开了一条缝，一抬头就看到了有个阿飘站在小雅身后。你怎么了？很小声点。
吓得阿弟连钱都没要，拔腿就跑。当天夜里，那个女鬼就出现了，就躺在他们的床底下。到了第二天，因为这些破房子年久失修，自来水管道出了问题，陈薇就找来了楼里的维修工。原来这维修工就是山叔，他的主业就是维修工，兼职是个看事的大师。山叔意识到房间不对劲，修完水管就好心提醒了陈薇。你几岁？我姓陈。陈小姐这个囡仔爬起较轻，所以莫学黑白死个拍拍照，莫去绑一个有的无的，哎呀，不要乱讲话嘛！你吓唬人家，人家刚刚搬来。好了，不带紧，不带紧。旁边梁博赶紧打马虎眼，生怕陈薇退房。可出门后，山叔又警告梁博，可梁博根本不相信。最近印堂发黑，可能有血光之灾，要小心。你呸！不要乱讲话！我身体快要回来了，我好的很。不是，转眼到了晚上，梁博巡楼时，一个黑影突然从背后窜了过去。这时楼下的街道中传来了一个男人吆喝卖肉粽的声音，但楼里的老人都知道，其实这个男人早就已经死了。梁博心里也清楚，赶紧点了一支烟放在窗台上，想避避晦气。第二天，陈薇他们认识了个新邻居小李，他是住在陈薇对门的邻居。这个小李在自己的孩子失踪后出现了点精神问题，现在走到哪儿都推着一个空的婴儿车。而小李的丈夫其实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家暴男。过了没一会儿，陈薇在坐电梯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身后有人朝自己吹了口气。他就觉得很奇怪，电梯里不是只有自己一人吗？到底是谁吹的气？陈薇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这一退不要紧，他清清楚楚地感觉自己后背碰到了什么东西，他的脑袋嗡地炸开，想回头看，又实在不敢。最后一咬牙直接转头，还好啥玩意都没有，这下陈薇彻底慌了，这到底是啥鬼地方啊？谁知下一秒他猛地惊醒，浑身都是冷汗，刚才的感觉太真实了。他壮着胆子慢慢趴在地上往床底看去，什么都没有。可就在他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钻进了他的鼻子。他颤抖着掀开床垫一看，当场就吓尿了。整个床垫的背面全是已经发黑的大片血迹，一看就知道这里曾经死过人，而且死得特别惨。这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房租这么便宜，他吓得连夜给梁博打电话，让他赶紧找个法师来驱邪。梁博倒是很爽快，第二天一早就带了个法师过来，法师在屋里设坛做法，念了半天经，临走前脸色特别难看，只能告诉陈薇，这屋里的东西怨气太重，我只能暂时压住他，你赶紧找地方搬家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可陈薇哪有钱搬家啊？他只能抱着侥幸心理，觉得法师都来过了，应该没事了。可他不知道，法师刚走，梁博就出事了。当天晚上，梁博在巡楼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个黑影缓缓朝他靠近，紧接着他就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当场就昏死过去了。第二天，陈薇看到家里的壁纸破损了，于是就好奇地撕下来一块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壁纸后面的诡异涂鸦看得他头皮发麻，当即就去找梁博。谁知管理室里出来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子，自称是梁博的孙子小梁。他说爷爷昨天突发心脏病住院了，现在由他来代班。陈薇看着小梁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。这小伙人还不错，听说陈薇家里的墙上有很多奇怪的涂鸦，主动拿来油漆帮他刷墙。可就在他刷墙的时候，走廊尽头那间613号房突然开始剧烈震动。诡异的是，门上的黄符一张接一张的掉下来，铁链也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，就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一样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面墙上的字符其实是一个封印。小梁的这一操作直接导致了6楼走廊最深处那个房间的封印有了松动的迹象。也就从那天开始，整栋楼的怪事就越来越多了。这天，陈薇坐电梯准备下楼，刚刚按了楼层，电梯突然失控，疯狂往下坠。他吓得紧紧抓住扶手，闭上眼睛等死。结果电梯哐当一声停住了，门缓缓打开，外面一片漆黑。奇怪的是，墙上写着3个大字：地下2层。他壮着胆子走出去，就看到前面站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背对着他。请问啊？你说什么？
他喊了一声，那个女人并没有回头。诡异的是，陈薇做什么动作，前面那个女人就跟着做什么动作，就像她的影子一样。陈薇魂都吓飞了，转身就要往电梯里跑，可下一秒，那个女人就瞬移到她的面前，背后突然阴风阵阵。陈薇也想不了这么多了，拔腿就冲进电梯。就在电梯门关上的最后一秒，那个女人突然冲了过来，她的脸竟然和陈薇长得一模一样。陈薇当场就吓晕了过去。等她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小梁坐在旁边，一脸担心地看着她。陈薇把地下2层的遭遇告诉了她，小梁却根本不信。可陈薇心里清楚，那绝对不是幻觉。到了第2天中午，让陈薇崩溃的事情发生了，自己女儿小雅不见了。他疯了一样在房间里找。就在这时，楼下小卖部孙姨的孙子阿弟把小雅带了回来。你在干嘛？你要把他带去哪里？我没有，我在走廊上看到他从那里跑出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接下来小雅的话让陈薇汗毛倒竖。你不要吓我，你不要跑！走开，你不是我妈妈！你怎么了？走开！你不是我妈妈！你不是我妈妈！就在这时，小雅猛地弯下腰，开始疯狂呕吐。阿弟的奶奶孙姨一看就知道小雅是被鬼附身了，赶紧带着他们去找之前那个法师。法师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附在小雅身上的女鬼赶走。他累得满头大汗，告诉陈薇说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这栋楼的阴气太重了，尤其是6楼，马上就要出事了，你今天必须走，再不走你们母女俩都得死在这里。说完，法师就收拾东西连夜搬离了蝴蝶大厦。连法师都跑了，这栋楼到底有多邪门？可就算这样了，陈薇还是没走。不是他不想走，是他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原来他还是个瘾君子。那天晚上，陈薇毒瘾犯了，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找毒品，可怎么都找不到。他以为是女儿藏起来了，就对着小雅破口大骂：如果不要拿我的东西嘛，这是谁的？你要拿妈妈的东西，不是说过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铁盒从床底被推了出来，里面正是他的毒品。他迫不及待地开始注射。这里给大家提一嘴啊，其实这个一直藏在她床底下的是她死去的闺蜜。闺蜜怕她吸毒害了小雅，才把毒品藏起来。可看到她毒瘾发作那么痛苦，又不忍心，只好又还给了她。可陈薇不知道，更大的灾难正在向她逼近。她那个丧心病狂的丈夫老许已经找到这里了。老许是个赌鬼，欠了一屁股高利贷。为了还钱，他竟然给小雅买了一份高额意外险，打算杀死女儿骗保。连放高利贷的都骂他不是人。老许本来不知道他们母女俩躲在哪里，可那天他在警局门口刚好看到了小梁，他一眼就认出小梁手上戴的手链是他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。于是他一路跟踪小梁，找到了蝴蝶大厦，还从信箱里查到了陈薇的房号。当天晚上，老许就踹开了陈薇的家门，他二话不说，对着陈薇就是一顿暴打。快衰咧啊！我唔够你白生啊！我有咩走哦？干你啊！是啊，是啊。这样掐着他的脖子问他把女儿藏在哪里。就在陈薇快要被掐死的时候，还好小梁及时赶到，和老许扭打在一起，最后2人合力把老许打晕了过去。小梁把陈薇母女带回了自己的宿舍，说这里安全，让他们先躲一躲。陈薇看着小梁，心里充满了感激，觉得自己遇到了好人。可就在这时，小雅跑进了里面的一个房间，陈薇赶紧跑过去，眼前的一幕让她瞬间坠入了地狱。房间的墙上贴满了照片，全是各种小孩的照片，甚至还有死了之后的照片。而在这些照片中间，竟然还有他和小雅的偷拍照片。原来这个看起来阳光帅气的小梁根本不是什么好人，他是一个变态杀人魔，还是个恋童癖。梁博也并不是生病住院了，而是被他杀害了。小梁小时候是个孤儿，被梁博收养，可梁博也是个变态，经常虐待他。长期的虐待让小梁心理扭曲，他开始杀害楼里的小孩，把他们的尸体都扔到了楼顶的水塔里。他之所以对陈薇母女那么好，根本不是好心，而是冲着小雅来的。他早就盯上小雅了。陈薇吓得拉着小雅就想跑，可已经晚了。小梁露出了狰狞的面目，一把就将陈薇掐得晕死过去。他看着小雅，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诗雅最乖了，哥哥好喜欢你哦。可是你要乖哦，不然你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被我杀掉哦。
小雅的哭声吵醒了陈薇，他趁着小梁不备，拿起酒瓶就给他来了一下子。可他哪是这个壮小伙的对手，再次被打翻在地。小雅这时趁机逃出了门外，但陈薇又被打晕了过去。等陈薇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泡在冰冷的水里。他抬头一看，这里竟然是楼顶的水塔里，而在他的周围漂浮着10几具已经腐烂的尸体，有老人，有小孩，梁博的尸体也在其中。原来这就是小梁从来不喝自来水的原因，水塔里的水全是泡过尸体的尸水，整栋楼的人喝的都是这种水。陈薇吓得拼命挣扎，可他越挣扎，那些尸体就越往他身边靠。就在他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水塔突然开始剧烈摇晃，紧接着轰的一声，整个水塔都塌了。原来是那些被小梁害死的冤魂不甘心就这样死去，合力推倒了水塔，救了陈薇一命。陈薇从废墟里爬出来，浑身是血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救女儿。而此时的小梁已经抓住了小雅，他拿着一把刀，一步步向小雅逼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走廊尽头那间613号房的门突然自己打开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原来门里面正在播放他小时候的画面，当年他的母亲想要带着他一起跳楼，可他不想死，就亲手把母亲推了下去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活在愧疚和恐惧之中，也正是因为他的杀戮和怨气，才打开了这扇鬼门。现在鬼门要收走他了，无数只手从门里伸出来，抓住了小梁，把他硬生生的拖了进去。只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鬼门一旦打开，就不会轻易关上。紧接着整栋楼都开始剧烈震动，鬼门再次打开，巨大的吸力把周围的一切都往里面吸，墙壁开始开裂，灯光全部熄灭，无数的鬼魂从门里涌出来，在楼道里四处游荡。那个被老许打晕的家暴男刚从地上爬起来，就被吸进了一个房间里。他看到地上有个裹尸袋，好奇地拉开一看，里面的女鬼直接扑了上来，一口就咬断了他的脖子。这个丧心病狂的男人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陈薇拉着小雅拼命往电梯里跑，他们刚冲进电梯，电梯门就关上了。可那些鬼魂根本不放过他们，不停地拍打着电梯门，电梯的灯光忽明忽暗，突然停住了。把孩子给我，把孩子给我！我不会把孩子给你们的！你不肯讲话，你就自己留下来！陈薇看着怀里吓得瑟瑟发抖的小雅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电梯的顶盖突然被打开了，陈薇用尽全身力气把小雅举了起来，递给了阿弟。阿弟拉着小雅拼命往上爬，陈薇知道自己走不了了。你要赶快长大哦！我好长大。话刚说完，电梯门猛地打开，无数的鬼魂涌了进来，瞬间就把陈薇吞噬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消防员和警察赶到了现场，整栋蝴蝶大厦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，到处都是尸体。只有阿弟和小雅两个孩子从通风管道里逃了出来，活了下来。故事的最后，蝴蝶大厦被彻底封锁了。可据说每到深夜还是能听到楼里有女人的哭声，还有小孩玩弹珠的声音。有人说陈薇变成了新的厉鬼，一直在楼里游荡，保护着那些被鬼魂欺负的小孩。也有人说那扇鬼门从来都没有关上过，他一直在等待着下一批受害者。其实看完这部电影，你会发现鬼不会无缘无故的害人，可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就像电影里说的，有些命运是注定的，再努力挣扎也是枉然。可即使如此，陈薇还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女儿。这份母爱是黑暗里唯一的光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